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儿贪慕虚荣，认小三当妈，还怂恿丈夫跟我离婚，去国外和小三团聚。我装作不知道，答应假离婚。在他们出国以后，拉黑卖房一条龙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陆思雅放假回国，难得第一时间来看我，她送我一个名牌包包，说是用打工的钱给我买的。我笑，你奶奶最疼你，这包还是给你奶奶吧，奶奶用这种花里胡哨的包不合适，给你你就拿着。陆思雅的表情和口气都在表达着对这个包的嫌弃。我故作不察，抹擦着包底明显的磨痕，对她说：“那就谢谢了。”见我收下，陆思雅的表情好看了些。妈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就知道，从来跟我不亲的女儿突然大献殷勤，一定有事。我不动声色，问：怎么了？我同学他爸的单位集资建房，特别便宜，我想买。我点头，可以呀，等你爸回来我就跟他说。陆思雅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如此干脆地答应。等我爸？对呀，钱不都在你爸那儿，这种大事还得你爸做主。一直以来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从来都只是告知我，根本没有跟我商量的意思。以前我太傻，没摆正在这个家的地位，还要傻傻地问上两句。现在不会了，况且买房根本是无稽之谈，是陆思雅和他爸，也就是我的丈夫，密谋掏空家底的烟幕弹。发现端倪源于半年前的一张照片。陆思雅的华裔房东人很好，每个周末都会给他做中餐，他会拍照发在家族群，我每次都会点开，跟他爸爸和奶奶以及姑姑一样嘱咐几句。陆思雅大多时间不理会我，倒是会跟其他人聊好久。但那次不一样，我说流感大流行，让他多注意，他竟然回我：谢谢妈妈关心。我只当是孩子长大了，终于懂事，高兴坏了，禁不住点开照片看了好半天，结果发现了徐莲的身影。徐莲是在我结婚第10年介入我婚姻的小三，陆修远爱惨了他，一度宁愿净身出户也要跟我离婚。彼时我还被为母则刚这4个字道德绑架着，为了孩子忍气吞声，尽心苏伺候生病的公公，终是叫他浪子回头。但徐莲3番5次的上门挑衅，成了我一辈子的阴影。所以，即便只是餐具上有些模糊的反光，还是让我认出了他。一开始我还安慰自己，或许只是跟他长相相似的人，毕竟陆思雅也见过徐莲，之前他上门挑衅，还把他吓哭了。他怎么可能住在他家？但在我翻遍了他发来的照片后，绝望地发现，他在国外的房东是徐莲无疑。徐莲的手腕内侧有纹身，是一朵盛开的莲花。他的房东手腕内侧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纹身。我就说，家中的大小事都是我在操劳，怎么女儿出国的住宿问题陆修远格外积极？原来是因为旧情人，3天2头的跟女儿视频，寄很多好吃的过去，想来也是因为他的旧情人。为了证实这一点，
我在家里安了摄像头，果不其然，每次陆修远躲去书房和女儿聊天，门一关上，镜头里的人马上换成徐莲。当时我浑身冰凉，内心中残存的一点侥幸，在看到女儿笑嘻嘻地把手机递给徐莲的瞬间消失殆尽。陆思雅住在曾经吓哭她的小三家，并且跟她关系不错，这一事实让我几近崩溃。正当我拿起手机，迫不及待地要跟陆修远离婚的时候，继续播放的监控视频里，我听到了父女俩的密谋。爸，我有办法让我妈净身出户了，所以当女儿回国提出想要买房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问，陆思雅只当一个破包就成功地忽悠了我。喜不自胜，她难得地抱了抱我，虚情假意地说：“妈妈，你真好。”我拍了拍她的后背，同样虚情假意：“你长大了，妈妈相信你。”陆思雅身体微僵，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。一直以来让她讨厌的母亲突然善解人意，也不知她心里有没有萌生哪怕一丁点的愧疚。无所谓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下午陆修远打牌回来，难得的下厨给他的宝贝女儿做饭。这厨艺是之前跟徐莲纠缠不清的时候练出来的。徐莲一双手白白嫩嫩的，他舍不得她做饭，就自学。这事儿徐莲不知道跟我炫耀过多少次。我没去厨房帮忙，回到房间刷抖音。陆修远叫我去打下手，我笑：“你不是要给小雅做饭吗？”我就不抢风头了。以前是我傻，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我做，最后也是我收拾。陆修远颠2下勺，嘴皮子动一动，就能抢走我所有的辛劳。许多事都是这样，让陆思雅觉得爸爸比妈妈好。而教育学习方面，陆修远从来不插手，因为他知道这种事会得罪女儿。日积月累，随着陆思雅越来越优秀，他也对我越来越厌恶。陆修远非但不会让女儿体谅我，还要煽风点火。不仅如此，他会在我教育女儿的时候充当好人，显得我愈发面目可憎。现在我认清了他的套路，自然不会上当。也该让陆思雅知道，以前他爸所谓辛苦做出来的一桌菜，有我的大半功劳。3个小时后，4菜1汤终于上桌。陆修远生我气，没打算叫我。陆思雅为了计划顺利，委曲求全地敲开门，请我去吃饭。一家3口坐下，他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最惦记的醋溜土豆丝，脸色微变：“怎么这么难吃？”陆修远理直气壮：“还不是因为你妈不给你做。”我一脸委屈：“不是妈妈不做，不是你爸非要给你露2手吗？”陆思雅后知后觉：“以前的土豆丝都是你做的。”尽管我已经不在乎女儿怎么看我了，但有些事情还是得让她知道，看似对她掏心掏肺的父亲，到底是怎样糊弄她的。我故作惊讶：“你不知道？”不等陆思雅说什么，陆修远不耐地开口：“秦青，这点小事有必要拿出来说吗？”我笑了笑：“没必要。所以我之前不都没说吗？”陆修远被噎，好半天说不出话。陆思雅也再没说话，默默地吃饭。晚餐过后，我还是主动地收拾起了碗筷。父女俩跑去书房，我则戴上耳机，不急不慢地打开了监控。他们正在商量怎么忽悠我。
计划是老早通过国际视频电话说好的，就等女儿回国实施。就见陆思雅猛不丁地问了句题外话：“爸，以前的土豆丝都是我妈做的，你不是说你做的？”陆修远愣了一下，听你妈胡咧咧，我懒得揭穿他，我心中冷笑。陆思雅被陆修远和奶奶惯出一身毛病，心眼极多，对家人也是如此。这事儿放别的孩子眼里，根本就不是个事儿，但到了陆思雅这里，他这个当爹的一旦说了谎，那就会失了女儿的信任。为了应对他们的计划，我原本就是要挑拨父女俩的关系，没想甚至不用我出手，他们之间就出现了嫌隙。晚些时候，陆修远故作严肃，把我叫到了客厅。小雅给你说了吧，她想买房。我点头，说了，我全力支持。陆修远没想到计划这么顺利，眼中闪过一抹狂喜。那，咱们明天看房去。好啊，放在以前，他们怎么可能叫我去看房？我在这个家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，不过计划的一环，等着我跳进去罢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到了正儿八经的售楼部，大概是提前和售楼小姐说好了，要给我一个惊喜什么的。对方给我的报价是市价的1半，这么便宜？售楼小姐笑。对，本来是一个公司盖的福利房，现在资金周转不过来，急于卖出去。我觉得这房子不错，你觉得呢？陆修远难得地询问起我的意见，陆思雅也终于尊重起我这个母亲。妈，我也觉得这房子不错，4个卧室，就算我将来成家了，你跟我爸也能住下。不过要是你不满意，咱们就多看几家。我看着两人演得情真意切，也跟着戏精上身，一脸惊喜。这房子我也能住。陆思雅亲昵地挽起我的手臂。当然了，买这么大的房子，就是考虑你跟我爸。我的女儿真的很聪明，知道我最渴望什么，直击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我也继续演戏。小雅，你真是长大了，妈妈很欣慰。不过2个小时，陆思雅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们，那个房子怕是买不了。怪我之前没问清，想低价拿房子，得付全款。陆修远愤愤道。我就说，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。陆思雅叹了口气，那就算了吧。我适时地开口，怎么能算了呢？不然把这房子卖了吧。我跟你爸住你姥姥姥爷留下的老破小。父女俩的原计划是道德绑架，逼我同意卖房。他们谁也没想到我会主动地提出来。我看着惊诧的陆思雅，说：小雅，你现在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判断，不论你想做什么，妈妈都会全力地支持你。不用负责任的漂亮话，陆修远会说，我也会说。陆修远喜不自胜。我有个朋友就是卖房的，我去咨询下。说着，他就进了书房。我也借口去咨询朋友，回了卧室，打开监控，陆修远正在跟徐莲邀功。我厉害吧？几句话就让他答应卖房。徐莲娇滴滴地说：是，你最厉害了，赶紧卖了房来我这边，我都等不及见你了。放心，我会尽快地带着小雅跟你团聚。两人腻歪了好一阵，徐莲貌似不经意地开口：老陆啊，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一声。咱俩这关系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
我觉得小雅这丫头啊，不知怎么了，现在脾气越来越大。我猜到徐莲利用完陆思雅会卸磨杀驴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本以为陆修远不会轻易的被挑唆，没想他竟然一脸担心地问徐莲：“他凶你了？”“那倒没有。”徐莲虽是这样说，但染了哭腔。陆修远愈发紧张：“哎呀，你别哭，这不是有我吗？人家不是不想让你为难吗？你不说我可生气了。”在陆修远的威胁下，徐莲终于勉为其难地开口：“小雅3天2头跟我发脾气，我实在很难办。主要不是亲妈，不敢说重话。老陆，我不是嫌弃小雅，主要是担心她这个性格，将来步入社会吃亏。”徐莲添油加醋，陆修远怒火中烧。他让陆思雅住在徐莲家是为了陪她解闷，不是让她给他添堵的。挂了视频，就听陆修远站在门口怒吼，让陆思雅进去。陆思雅只当父亲在演戏，也没当回事，关上门一脸兴奋：“爸，阿姨怎么说？”陆修远愣了一下，这才想起后续的计划还得靠女儿，于是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怒火：“你徐莲阿姨夸你聪明，小雅呀，她为你筹谋这么多，你得记着她的好。”陆思雅兴奋地点点头：“我会的，爸爸。”陆修远并不满足于女儿的反应，他需要她正儿八经地表个态，毕竟马上要出国和老相好在一起了，他不希望陆思雅影响他们的感情。就见监控里，陆修远的脸沉了下来：“既然你清楚徐莲阿姨对你的好，以后就不要惹她生气了。”陆思雅终是察觉出来不对劲，大声地质问：“我什么时候惹她不高兴了？她脾气不好，有时只是提醒她不要浪费粮食之类的小事，都会冲我歇斯底里。本以为父女俩关系好，陆思雅顶多只是不高兴，却没想监控里，她同样对陆修远怒吼着。”陆修远被惊到，我也愣怔片刻。是了，并不是陆思雅对陆修远更礼貌，而是此前所有不好的话都是我来说，所以承受陆思雅怒火的是我。现在陆修远为了徐莲责怪陆思雅，承受女儿的怒意的，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他。我幸灾乐祸地走出去，敲了敲书房的门：“修远，怎么了？”“哦，没怎么。”话刚落音，陆思雅冲了出来，砰的一声甩门出去。放以前，我肯定担心的马上追出去，这次我只是待在原地，故作不知地问陆修远：“小雅怎么了？”陆修远第一次被女儿吼，显然不好受，调整了半天心绪，这才烦躁地开口：“还不是房子的事。”我装作信了他：“房子？怎么又买不了了？小雅同学那边催得紧。”我说还得等几天，他就这样了。陆修远虽是这样说着，但大致是咽不下被女儿怒吼的那口气，突然冲我发起脾气：“你看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了，一点小事就大吼大叫。”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，随即略带无辜地问他：“小雅经常这么吼我，你不是说她还小，让我包容一点吗？怎么突然就成我惯她了？”陆修远被自己的话打脸，悻悻道：“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”我赶紧把房卖了。没多久，婆婆打来电话，
责怪我让女儿受气，这么晚了还把小雅赶出家门。你这个当妈的还真是铁石心肠。我知道婆婆开着免提给陆思雅听着，从小到大她都用呵斥我的方式哄她，所以我又开始演戏。妈，这次真不是我，是小雅跟她爸。也不知道修远说了什么，让小雅看起来很生气。小雅走了以后，还怪我把小雅惯坏了。我觉得小雅还小，发脾气很正常，她却不依不饶的。后面我又随口挑拨离间了几句，在婆婆开口之前，突然又转了话锋。妈，我知道小雅正生气，不会接我电话，麻烦你帮我给她说一声，不论她做什么，我这个当妈的都支持她。父女俩闹归闹，一点都不影响他们算计我的进度。第二天下午，陆修远和陆思雅在难得的请我吃饭的时候，又提出新的问题。享受购房资格的，必须是首套房购房资格，但陆修远和陆思雅在一个户口本，算上婆婆住的和这套房，已经2套房了。两人唉声叹气，我埋头苦吃。陆修远想借此跟我假离婚，彻底的摆脱我，然后给徐莲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对于离婚，我也求之不得，但这事儿不能我提出来，必须让他们说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顺势提出我的要求。陆思雅故作着急了没多久，陆修远为难地开口：“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什么？”陆思雅急着追问：“爸，这么低的房价，错过了就再也没了。”我跟着附和：“是啊，修远，有什么办法你就说。为了小雅能买上房，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克服。放以前，买房子这种大事，就算我拿不了主意，也一定会问上几句。毕竟父女俩遇事都不怎么靠谱，两人也知道我的性子，所以早早地准备了一套说辞。不想我这么干脆，把父女俩整不会了。陆思雅看我的眼神没了之前的厌烦，干巴巴地说了声：“谢谢妈。”我看得出来她的动摇，但仅此而已。她不会对我有任何愧疚，更不会放弃计划。徐莲给的太多了，名牌包包、高档化妆品，以及承诺的大公司的 offer。陆修远更不会对我有任何的亏欠。所以，短暂的沉默后，他说：“唯一的办法就是假离婚。”假离婚，我故作迟疑，再不说话。陆修远赶紧表态：“秦青，你放心，只是假离婚，等买了房我们就复婚。”陆思雅也跟着开口：“妈，我爸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怕他跑了不成？这样，卖房的钱打到你账上，到时候新房子户主写你，成不成？”我有些意外，陆修远和陆思雅的计划里，并没有把钱打给我这一点。这是我的计划，我计划在他们提出假离婚后，动些手段，迫使他们先把买房款打给我。但怎么也没想到，陆思雅会主动地提出来。陆修远呆愣片刻，赶紧打哈哈：“小雅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妈还能不信你？”他脸上堆满笑意，看向陆思雅的眼神却满是警告。陆思雅不以为意，白了他一眼：“有意思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发力，父女联盟就出现裂痕了。倒也不是什么叫人意外的事，毕竟陆修远对陆思雅的好，
只体现在嘴皮子上，而陆思雅对爸爸的喜欢，也只是建立在他对她的纵容上。既然如此，我当然要好好的利用一番。我对陆修远说：“修远，你误会了。小雅没觉得我不信她，她只是因为信任我才这么说。”说完，我冲陆思雅温柔的一笑：“是不是，小雅？”我不着痕迹地把自己和陆思雅放在了一个阵营。陆修远下意识地反驳：“拉倒吧，小雅还能信任你？”说完他就后悔了。眼下是争取我最大信任的时候，他这话无异于对计划的破坏。本就对陆修远不满的陆思雅更是怒不可遏，又忍不住大叫起来：“你算老几？凭什么挑拨我跟我妈的关系？”餐厅、公共场合，陆思雅的怒吼引来了一众顾客侧目。我不以为意，她在大庭广众大喊大叫也不是一两次了。以前觉得丢人，后来就麻木了。但陆修远接受不了，在他面前，素来乖巧的女儿接二连三地冲他发脾气，他的父权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但这么多年的纵容，已经让陆修远不会教育女儿了。他只能指着我的鼻子，同样怒吼：“你看看你，把孩子惯成什么样了！”我不顾众人的目光，将陆思雅护在身后。我的宝贝女儿，我不疼她，谁疼她？你……陆修远不知该说什么，愤愤地离去。我扭头看向陆思雅，正欲继续挑拨父女俩，不想撞见陆思雅有些动容的双眼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让陆思雅让我产生感情。他也好，他爸也好，我都不要了，我只要钱。于是我转了话头，叹了口气：“小雅，他毕竟是你爸爸，你……”见我开始说教，陆思雅的脸上复又出现一如从前的厌烦，她摆摆手示意我闭嘴，同样也甩脸走人。陆修远回了家，跟徐莲视频诉苦：“你说的对，小雅年纪大了，管不住了。等这次回去，我会让她搬出去。”前一天，徐莲想让陆思雅搬出去，陆修远还不同意，仅仅因为亲生女儿跟自己吼了2句，他就改变了主意。陆修远的父爱还真廉价。徐莲轻易地猜到父俩发生了矛盾，口气中是掩盖不住的高兴。这就对了，小雅终究要自己面对社会险恶，让她早早的适应才是为她好。陆修远叹了口气：“怪我，没早早的意识到这一点，导致她现在太任性。”接着他告诉徐莲，计划出问题了。徐莲听完陆修远的抱怨，不以为意：“那就给他好了。”“那怎么行？”陆修远语气愤然：“他这些年白吃我的，白喝我的，离婚了还想要我的房子不成？”尽管早知道陆修远是个垃圾，但听他如此理直气壮地嫌弃我，还是让我难以接受。当年是他求我辞掉工作，舍弃大好前程，做他的坚实后盾。如今孩子大了，他赚够钱，早早的退休躺平，我就成了毫无用处的寄生虫。徐莲柔声的劝道：“好了，知道你委屈，你听我说完。”在外面逛了一会儿才回家。进门，陆思雅和陆修远已经和好如初，都是徐莲的功劳。我听到他在视频里跟陆修远出主意，说就照着陆思雅的意思，把卖房钱先打给我，
然后他亲戚可以冒充那个莫须有的同学，再让我把钱打给他亲戚。至于陆思雅，他打算跟之前一样，拿几个他不背的名牌包包，装作新的送给他。看来效果一如之前的好。妈，陆思雅亲昵地挽住我，那就说好了，卖房钱都打给你，然后你跟爸爸假离婚，行不行？我故作迟疑。行吧。父女俩看了彼此一眼，眼中皆是阴谋得逞的欣喜。我也很开心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得到了一大笔钱。大概从前的我太愚蠢，让陆修远没有丝毫的防备之心。为了让我放松警惕，他甚至还跟我签了离婚协议，里面明确的注明，买房款全部给我，用以弥补我这些年的辛劳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款项也是情真意切。要不是我早就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恐怕要感动得掉下泪来。但现在看着一条条为我着想的内容，只觉得恶心。离婚协议没有徐莲和陆思雅出主意，是陆修远一人拟定好的。也就是说，他清楚地知道我这些年的付出以及受的委屈，但他一点都不在乎，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甩掉我。我努力地深呼吸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在最后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。陆修远喜笑颜开，趁着民政局还没下班，咱们赶紧去把正一办。我迫不及待，名正言顺地离开这个家，但不能表现出来，只好慢吞吞地说：“那先转账，再去离婚。”陆修远脸上不快，正欲说什么，陆思雅替他回答：“那当然了。”当天晚上，我借口收拾老房子搬去老破小，陆思雅假意舍不得，但眼中的激动都要溢出来。我给她塞了5000块。小雅，你好不容易回国一趟，妈妈也没时间陪你，这点钱你拿着。陆修远变了脸色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他早就动了跟我离婚的心思，所以给的钱刚好够家庭开支，不肯多给一分。而我的父母重男轻女，除了一套老破小，什么都没给我留下，能拿5000出来，确实不合常理。但我就是要让陆修远质疑我，这样才能让陆思雅知道，大钱也好，小钱也罢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给的日常开销其实不太够，所以我有在网上帮人做 PPT， 想的是等小雅毕业，她找工作找房，我也能赞助点。说到这里，我故作尴尬地笑了笑，可惜累死累活，这些年也就攒了5、6千，恐怕帮不上小雅什么忙了。我的话一半真，一半假，确实是帮人做 PPT 赚的钱，但不止这么一点，有时候牵扯专业知识的，一个 PPT 我都能赚几千。陆思雅又惊讶又感动。惊讶的是，陆修远对我这么抠；感动的是，我只有5、6千，却几乎全给了他。他移动目光，再看向陆修远，取而代之是不满与怀疑。这些年，陆修远满嘴跑火车，告诉陆思雅给我很多钱我还不满足，还说我自私自利，从不关心女儿。今天是该真相大白了，陆修远不以为意。不只是我，在徐莲的挑唆下，他也打算放弃陆思雅了，所以不打算在女儿面前维护自己的好人人设，也就没必要解释了。他的沉默证实了陆思雅的猜测，
他脸色微变，有些懊恼。当然不是因为算计我这件事，应该是后悔没有提防自己的父亲。不过他的脸色很快的又缓了过来，钱在我手上，大概让他安心了不少。到了老破小，陆思雅虽然嫌弃，但还是坚持要留下跟我一起收拾。他对陆修远不放心，大概想让我把钱打给他。陆修远早从陆思雅不加掩饰的态度中察觉了什么，也不打算走了。两人看似其乐融融，可一旦四目相接，便火花四溅。我故作不察，心里却高兴得很。闹起来吧，不想让我好过，他们也别想好过。最终，陆思雅什么也没跟我说成，一脸烦躁地离开。晚上正准备睡下，我分别收到了来自父女俩的消息，他们让我提防另一方，并且都说对方不靠谱，让我给卖房人打款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前告诉他们。我回了相同的话术给陆思雅和陆修远，让他们放心。他们就真的放心了，买了出国的机票，迫不及待地离开。这样等我发现人财两空的时候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我在监控里确定了两人的登机时间，趁着他们在飞机上的时候，告知所有人我们离婚的消息，并给一些亲近的亲戚看了我们的离婚协议。婆婆和姑子看到陆修远给我那么多钱，连说不可能，想要联系陆修远和陆思雅，却因为他们在飞机上联系不到。婆婆见状，便去报警，生怕我谋财害命。例行询问的时候，我把陆修远跟我离婚去国外找老相好的事情和盘托出。警察轻易地查到了他和陆思雅的出境记录，告诉了婆婆。婆婆不相信，非说机票是我买的，是我谋财害命的烟幕弹。直到警察调出他们登机的监控，才闭上嘴。我好心地告诉婆婆，陆修远出国找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死活看不上的徐莲。已然怀疑被陆修远抛弃的婆婆彻底的崩溃，在警局嚎啕大哭。其他婆家的亲朋见警察都说我没问题了，自然也不再说什么。大多人知道陆修远出轨的事，加之婆婆一直以来的纵容，抛下老母亲和结发妻去找老相好，似乎在情理之中。只是陆思雅竟然支持自己的父亲这么做，实属是让许多人想不通。毕竟在外人看来，他成绩好，待人礼貌，没想到竟然会做出这么毁三观的事。一些亲友怀着或八卦或安慰的心态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我将陆思雅被徐莲几个名牌包包收买的事情大肆地散播出去，彻底地让大家看清了陆思雅的真实面目。估摸着父女俩快落地之前，我分别跟他俩发了大段消息，说因为婆婆不相信我要报警，警察调去监控，我才知道陆修远竟然出国去找徐莲。我很伤心，所以不打算跟陆修远复婚了。卖房钱我打给了另一方，让他们把钱打给卖房的，从此以后不要再联系。发完消息，我换上的新的电话卡，启程去了我一直向往的城市。我把父母的老破小也卖了，加上陆修远的那套大房子的钱，足够我在那个小城市买一套小公寓之后，仍旧可以衣食无忧。人生还长，我要好好的享受生活。半年后，我在社会新闻里看到了陆修远的名字，他因误杀
在国外被判30年有期徒刑。我在无比震惊中看完了这条新闻。原来徐连这个小三专业户上了年纪以后，开始忽悠以前的老相好，手段很简单，租高级别墅，买假货，把自己包装得十分有钱，然后描绘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，约老相好跟他共度余生。陆修远是他的第8个目标。本来以他的性格，应该跟前7个一样，被骗了以后觉得没面子，不敢报警，灰溜溜的回国。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和母亲女儿断绝了关系，除了手里的几百万什么都不剩了。所以被徐连骗成穷光蛋以后，他四处打听，找到徐连逼他还钱。徐连自然不肯，说了一些刺激他的话。陆修远一怒之下，失手把他打死了。我已经彻底的放下，像个旁观者，有些唏嘘罢了。陆修远原本靠着几百万的存款和每月几千的退休金，完全可以躺平。可惜他不知足，他记住了我的喜好，随后给我推了好几条有关这件事的新闻。于是我得以知道，陆思雅没完成学业就回了国，因为他和陆修远闹翻了。陆修远断了他的学费，而奶奶觉得他独吞了卖房款，也不打算资助他。他没有学历，不好找工作，而已然过惯了好日子，吃不了苦，所以选择和无良公司签约，成了带货主播。前一阵子，他刚刚因为卖的3无产品差点害人毁容，被人告了。公司把责任全推到他头上，跟他解约，他花钱大手大脚，断了经济来源，根本活不下去。恰逢亲爹杀人，他便自己开启了直播，自曝家丑。他说父亲如何不负责任，早年出轨，又在我没了用处以后如何抛弃我。他还说自己的奶奶和姑姑如何势利，如何欺负我。陆思雅努力地扮演想要保护母亲而无能为力的小白花，可惜网友不是傻子，从他漏洞百出的言辞中，轻易地发现他明知道徐连是小三，还住在他家。他跟他那个犯罪的亲爸一样，被徐连骗了。我忍不住好奇，去过一次陆思雅的直播间，几乎都是骂他的。他一边哭，一边带货，毫无底线地让我瞠目结舌。又过了不久，我在新闻上再次看到陆思雅，她在直播的时候被警察抓走了。评论区有人说他认识她，以前成绩挺好，前途光明，不知道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有人回复：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他爸那个样子，他学习好又如何？这也正是我心中所想。陆思雅从选择亲近他虚伪的父亲开始，就已经决定了他糟糕的人生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和邓玉离婚这天，我中了6000万彩票。她和婆婆嘴脸丑恶。白香，这彩票在我们离婚这天中的，我要分一半。就是，你在我们家吃喝这么多年，你要给赔偿。还有我照顾了你女儿这么多年，你也得给我2000万的工资。我被气笑了，想分钱，下辈子吧。对了，10遍开奖号，我才确定了自己真的中了6000万。正想打电话给邓玉报喜，没想到我先接到了他的电话。白香，离婚协议我今天会带回来，你下班就早点回家收拾你的东西，明天就从我家搬出去吧。
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邓玉，你要跟我离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白香，家里这么多镜子，你都不照的吗？你看看你身材都变成什么样了？你看看你那张黄脸婆的脸，你自己都不觉得恶心吗？我没说话，点了录音。还有，我娶你是为了让你给我生儿子，结果你给我生了一个拖油瓶，关键是他还遗传了我的哮喘。这些年，你们娘俩花了我不少钱，没让你给我钱，让你净身出户都是便宜你了。白香，我告诉你，你识趣就带着小拖油瓶赶紧回你娘家。你要是跟我胡搅蛮缠，我就把你生不出来儿子的事情告诉你们公司的人。嫁给邓玉之后，我给他生了女儿耀耀，既要照顾生病的耀耀，又要上班，我根本没有时间打扮自己。没想到，邓玉不但不理解我，竟然还觉得我恶心。不过，我跟他本就不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，我能带走耀耀，那就可以了。我真静下来，反问邓玉：“邓玉，我要是跟你说，我中了6000万，你也还要跟我离婚吗？”白香，你为了留住我，真是什么借口都编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你中了6000万，我分文不要，这婚我也要离。有了他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我同意离婚。回到家，我打算去房间收拾自己的东西，但却被婆婆拦了下来。小玉说了，你是净身出户，这些年你到我们家买的东西，一件都不许带走。你从娘家带来的东西，我已经给你整理好了，你就在这里等着小玉回来签字就行了。那要的东西呢？婆婆眼神鄙夷，嘲讽：这小拖油瓶有什么东西？他的东西还不是我儿子给他买的，我让他把身上那套衣服穿走，都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还想带走什么东西？要的药和裙子都是我的工资买的，我要把他的药带走。你的工资是共同财产，现在你答应净身出户了，那些东西就全都是我家的，一样都不许拿走。我本就没打算带走要的那些衣服，但是要我必须带走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如果不带走要的药，晚上要是病发，会有很严重的后果。我直接推开婆婆，我是一定要带走的。你要是敢拦着我，那就别想我在协议书上签字。婆婆怕我真的不签字，没敢再拦着我。我收拾完东西出来，邓玉刚好回来，她直接把离婚协议书扔在我面前。白香，赶紧签字，然后赶紧离开。我没有立马签字，认真看了一下离婚协议书，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临行前，邓玉叫住了我：“白香，以后你可不准来缠着我，不然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我忍不住了，冷笑着回怼：“邓玉，你以为你是什么香饽饽吗？家里这么多镜子，你也不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样子有多恶心吗？肥头大耳，又胖又丑，还是妈宝男，你才别来缠着我。”邓玉洋洋得意：“我就是香饽饽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也就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才先嫁给我了，不然我早就成公司的大老板了，哪儿还轮得到你啊？”听了这话，我瞬间明白了。我说邓玉怎么突然要跟我离婚，原来是因为他公司老总的女儿看上他了。
你这种凤凰妈宝男也有春天，我先恭喜你，但我祝你这辈子穷困潦倒，到死都吃不上4个菜。邓玉冷笑：白香，我知道你是被我甩了，恼羞成怒骂我2句。没事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跟你计较。我冷笑没说话，带着耀耀离开了。回娘家1个月，邓玉当真没有来找我，也没有要看耀耀的意思。我领了彩票的奖金，缴了税款，买了一个独栋小别墅，然后给我爸妈开了一家水果店。搬家当天，许久没出现的邓玉带着他妈拦住在我家门口：白香，可真有你的！你中了6000万彩票，居然不告诉我。我们离婚了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白香，我可打听清楚了，这彩票是我们离婚那天中的。按照法律，我要分一半，你要给我3000万。邓玉他妈也附和：就是，你这几年在我家吃吃喝喝，你要给钱。还有，我替你照顾了小拖油瓶，你得给我工资。而且你从来没有孝敬过我，你至少得分我们5000万才行。就是，你得给我们5000万。你一个女人，拿走那么多钱干什么？钱就该给男人管。我被气笑了。耀耀今年3岁，我这个婆婆抱过她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我让她帮我带耀耀，她成天打麻将，还敢说照顾了耀耀，要钱是吧？在这等着。邓玉和他妈以为我妥协了，在我家门口的椅子上坐下，一副天王老子来了的样子，不耐烦地催促我：白香，你快点，我等会儿还要去见客户，我赶时间。我转身进屋。我爸之前有在院子里种菜、种花的习惯，所以在院子后面搞了个旱厕。我戴上口罩，直接取了我爸的工具，给邓玉来了个大惊喜。泼到邓玉和他妈身上的时候，他俩人还在发懵。我没客气，直到把桶里的东西都泼完了才罢休。白香，你干什么？反了天了！你要杀人了是不是？我拿着工具把他们撵到院子外面去。你们不是赶时间吗？我这是送你们上路啊！还跟我讲法律，要5000万。你知道法律2个字怎么写吗？基本的交税你都不会交，还跟我谈法律？再来我家门口拦着，我天天都有大粪伺候你们。看着我拿着工具，邓玉和他妈不敢再留。我以为他们不敢再来了，没想到邓玉带着律师又找上门来了。白香女士，关于你和邓玉先生离婚财产分割，我有些事情需要向你确认。对方律师还算客气。我站在我爸的工具面前，随时准备泼邓玉大粪。有什么问题？就这样问。是这样的，邓玉先生说彩票是你和邓玉先生离婚前中的，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你答应净身出户，按照协议，你应该归还所得彩票以及所有金额。离婚前中的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邓玉义正言辞的狡辩，就是离婚前中的。电话里，他还告诉我他中了6000万，所以这是共同财产。我冷笑，可你也说了，你分文不要。邓玉反咬一口，你有证据吗？你有证据证明我说不要吗？6000万啊，我怎么可能不要？律师，你听见了吗？彩票是离婚前中的，那个彩票是我的彩票。白香，把我的彩票还给我。
我直接把离婚那天的录音翻出来，听到录音，他脸都气变形了。我这是开玩笑的，做不得数。我以为他在骗我，这是在我完全不知道真实状况的情况下说的，不作数，不能算是证据。呵，我冷笑，这还不算证据？我可是把所有事情都说得清楚明白，你才说的，这就是证据。邓玉发疯一样的呐喊嘶吼，这不算。白香，我的6000万，快把6000万还给我，那是我的彩票。律师也根据邓玉的话提醒我，如果你真的是在邓玉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，录音很有可能不能作为邓玉先生不要彩票的证据。好，那不算证据。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彩票是我买的呢？我的问题把邓玉和他的律师问住了。邓玉还是一贯胡搅蛮缠，是你去兑换的彩票，不是你买的，是谁买的？6000万的彩票，谁没事会把彩票给你啊？白香，你少在这里这扯皮，快把6000万还给我，1分都不能少。你还用老子的钱买别墅、开店，给小拖油瓶买那么贵的裙子，你要是还不出来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我冷笑看着穿得人模狗样，但是粗鄙到极致的邓玉，转而对律师说话。这人又蠢又人渣，最喜欢无理取闹。你接活都不看看客户是什么熊样，小心拿不到报酬，还惹得一身骚。律师没说话，我接着道：我可不像他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废物，是个法盲。彩票是我去兑的奖，但不代表彩票是我买的，也不代表彩票是离婚前的给我的，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律师，你说呢？确实，如果不能证明彩票是白香女士买的，也不能证明彩票离婚前出现过，那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。邓玉先生是没有办法追回彩票的。邓玉不答应。你这个废物律师，到底懂不懂法律？我给你钱了，你必须把彩票给我要回来。白香，你别想赖掉，就是你买的，你拿老子的钱买的彩票，彩票就是我的，还给我。邓玉无差别发疯，我直接在淋邓玉一身大粪。邓玉顶着一身恶臭从我家出去，律师还在一边站着，看我朝他看过去，他肉眼可见的紧张。白香女士，你不用紧张，我对知识分子很友好，你不跟我撒泼，我也不会跟你撒泼。见我确实没有泼他的意思，他放心了。我们都是文明人，不撒泼。在他即将出门的时候，我叫住了他。等一下，白香女士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邓玉找你，除了要彩票的事情，还有别的事情吗？这个，很抱歉，有关客户的隐私，我无法告诉您。哦，行吧，那你走吧。邓玉如果只是找我要彩票，那他肯定要不回去。但是他想要的抚养权的话，我还没有准备。为了以防万一，看来得提前准备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到公司就被通知有人找我。推开等候室的门，迎面而来一巴掌，我手疾眼快，躲开了。扇我的人撞上展示架，把公司展示的产品撞下来了。我还没说话，对方先哭喊了：“天杀的，打人了！白香要杀人了！”听着声音耳熟，我仔细一看，
来人居然是邓玉的妈，她哭天喊地，坐在地上直接撒泼。白香她欠钱不还，还要杀人啊！没有天理啊！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王法呀？很快，公司的同事就跑来围观。这不是香姐以前的婆婆吗？听着像是香姐欠了前夫家的钱不还，她都中了6000万彩票了，怎么还不还钱啊？果然是越有钱的人越抠搜。我懒得搭理乱说胡话的同事。邓夫人，我不欠你任何东西，上来就无缘无故动手的人是你。这是公司，房间里有监控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调一调监控，立马就知道真相了。调监控也没用。白香，你还钱，我的6000万，你快拿出来。那彩票是我家的，你把它偷走了，你这个小偷！我想到了邓玉家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找我要彩票，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无耻，居然直接来公司耍泼，是想让我在公司待不下去。我自然也不客气。关于彩票的事情，你儿子已经找律师来跟我谈过了，律师没谈拢的事情，不是你撒泼打混就可以谈成的。你最好赔偿了东西走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听到没有？你们听到没有？他要找人来打我呀！他欠了我家6000万，他还要找人来打我。对于这种蛮不讲理撒泼的人，我懒得跟他说，我直接打了保安室的电话，有歹徒来我们公司闹事，你们快来把他抓起来。白香，你居然说我是歹徒！我看了一眼他，又在报警。喂，警察吗？我要报警。新城公司有人来闹事，袭击员工不成，还砸坏了我们很多产品。我们现在证据确凿，请你们来把人带走。很快，保安室的人就来了，他们是看了监控来的，发现邓玉的妈是自己跑进来的，下手一点都不客气。把人抓住后，警察也很快来了。警察看了监控之后，问事情要怎么处理。我直接回答，他突然袭击我，我暂时不追究责任，但是他毁坏了我们公司的展示的产品，影响我们公司的收益。我们要求他赔偿产品，并且赔付公司因为他造成的收益损失。如果他不赔偿，我们就追究到底。警察问邓夫人，听到了吗？你是选择赔偿还是坐牢？我不坐牢。赔偿找他，他有钱，他是我儿媳妇。警察看我，你是他儿媳妇吗？已经离了。我顿了顿，警察先生，我们现在说的是公司的事情。警察也强势起来，你砸坏了人家公司的东西，影响公司正常营业销售，证据确凿，要你赔偿，要么就按照证据量刑，你选一个。钱婆婆被警察严肃强势的态度吓得不轻，但还是死死不松口。我年纪大了，你们不能送我去坐牢。没关系，这种事情可以让直系亲属代劳，你不能坐牢，可以让邓玉替你。我这句话直接把钱婆婆唬住了，我就知道她是法盲。我选择赔钱。多少钱？公司老总早就在一边等着报价了，一共30万。这么多？你们在敲诈我？老总冷哼，解释，我们放在架子上展示的东西都是公司的经典典藏产品，这些产品的市场价就是这么多，再加上因为你砸了我们的产品，我们没有办法正常谈单。
你就应该赔偿这么多。你要是不愿意赔偿，那就去坐牢吧。钱婆婆是活该，但老板也是真的黑心。我不想坐牢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你们杀了我吧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了。警察已经看过老总给的产品证书，各种权威印章无可抵赖。你不想坐牢，又不想赔钱，还在这里撒泼打混，先去局里待着，等你家属过来接你出来。婆婆被强行带走，临走的时候还对着我各种嘶吼辱骂。白香，你这生不出儿子的赔钱货，生了一个小赔钱货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我冷眼看着他，对警察说道：警察同志，这人态度极其恶劣，在这种情况下还对我辱骂，这种情节恶劣的，是要进行教育批评的吧？我们会的。警察说会让他写检讨书，还会记录，虽然不是很重的惩罚，但是能给他添堵就够了。不过，想想这次邓玉和他妈，不但得不到彩票，还要赔30万，我就很想笑。警察走后，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：白香，你辞职吧。为什么？我在公司已经8年了，为公司拿下的项目不计其数，我没想到有一天会被老板让辞职，我忍不了。老板，今天的事情我知道是我的问题，但是这么多年，我在公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为什么因为这就要我辞职？老板一脸苦涩。今天的事情看似解决了，但是源头上根本没解决，你自己清楚。今天过后，保不准他们还回来闹，公司受不了天天这样闹，我很快就会把事情解决的，不耽搁公司。老板笑得更苦涩了。你又是何必呢？以你的资本和能力，你现在出去自己单干，绝对比待在我这公司好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我这公司我也打算转手给别人了。以后的东家是什么样，我一点不好说。你还是辞职吧，顺带把家里乱七八糟的事情处理一下，自己单飞不好吗？感情是这个原因。那行，我辞职，递交了辞职信，我就回家了。邓玉的事情没解决，怕邓玉找到我家新房子去添堵，所以我还是住在老宅子。我爸问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工作了？我辞职了。我把邓玉他妈妈到公司闹的事情原原本本说给我爸和我妈听了。我爸很愧疚，都是我。我没想到我那老战友的儿子是这副德行，我不该催你结婚。爸，这是不怨你，嫁给他是我自愿的，又不是你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让我嫁的。当初年纪到了，我没有喜欢的人，想成家了，所以才跟邓玉将就。事实证明，不能将就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，我要赶紧从他们那里脱身。要的抚养权我是必须要的，还有就是彩票，必要的时候，妈你需要作证，彩票不能给他，要更不能给他。我爸和我妈都支持我，肯定给你作证。彩票和要，他们一样也带不走。周末约了专家号给要看病，带着要到医院，却碰上了邓玉和他公司的千金大小姐徐好好。他扶着徐好好，老婆，小心肚子，小心宝宝。徐好好一脸娇羞，你太小题大做了，这才3个月，哪有这么夸张？有的。
老婆怀着孩子，就该我扶着你，我还想背着你，一步都不想让你走呢。我说怎么毫无征兆就跟我离婚，还不要，原来是在外面有女人，还怀孕了，这么舔，这副嘴脸。千金小姐喜欢他，好像也情有可原。毕竟我可从来没见邓玉这么舔过人。我抱着耀耀，直接打断邓玉继续恶心人。那你怎么不背呢？你那须得走2步都要晃的身体，还想背人？说这话真好意思。邓玉一见我，立马露出原形。白香，又是你，你别缠着我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缠着你，真是搞笑。到底是谁缠着谁？邓玉，这是……我直接略过邓玉，回答他：我是他前妻，这男人不行，婚内出轨，表里不一，妈宝，重男轻女，好吃懒做。你真要是跟这种男人结婚了，你倒8辈子血霉。你跟他已经离婚1年了，你还在诋毁他，你是想害他一辈子？哟，急了，这是个傻白甜。邓玉这么跟你说的？白香，我跟他离婚还不到2个月，谁说我们离婚1年了？2个月。邓玉想解释，我可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邓玉害我没了工作，我能让他如意？妹妹，你破坏了我们的婚姻，还怀里一个私生子，瞧着你这个肚子4、5个月了，你被小三了，还要掏30万去捞他那个到处惹是生非的妈。你挑男人好好看看嘴脸啊，你挑他图什么呀？我扔下这句话，带着耀耀就走。邓玉的妈上午被抓进警局，下午就被邓玉花钱捞出来了。他那个穷逼样，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来30万，多半是这个大小姐拿的。楼梯转角听到徐好好气急败坏问邓玉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还有什么掏30万捞你妈吗？我没给你这么多钱。这个意思是30万不是徐好好给的。邓玉哪里来这么多钱？我没来得及细想，就听到邓玉说谎。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都是骗你的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怎么连我都不信了？楼梯转角，我说了一句：邓玉是什么德行？你打听一下就知道了，别光想，付出行动去打听。我才刚从他这个火坑出来，妹妹还是听劝，别跳下去了。说完这话，我直接上楼，听到邓玉的咒骂和徐好好的质问，我笑得老开心了。出轨，骗人，妈宝，邓玉是把男人的雷点都踩了。妈妈，你为什么笑得那么高兴？是因为看见爸爸了吗？耀耀白着小脸，一脸担忧。他和邓玉一向不亲，刚刚看见邓玉都不喊，足以见得耀耀有多不喜欢邓玉。我可不能给他留下我看到邓玉会笑的印象。我摇头，不是哦，妈妈笑得开心是因为耀耀的病要好了。耀耀抱紧了我，笑得甜甜。耀耀也开心。从医院出来，我接到邓玉的电话：白香，你别得意，我本来想放你一马，但你自己不肯下台阶，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把6000万准备好吧，我已经找到证据证明彩票是你买的了。是吗？那你把证据拿出来，找律师来跟我谈吧。律师就律师，你等着。我挂断电话，
没一会儿就收到了来自法院的传票。我把药要送回家，也去找了律师。法庭上，邓玉用彩票店的监控视频证明我是离婚前买的彩票。视频经过恢复，相当清晰。邓玉满脸得意：“白香，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我没有要说的，我的律师会帮我说。林律师站起来，开始帮我。原告给出的视频时间是1年前。根据我方找相关机构咨询，白香女士所兑换的彩票半年前才开售，而且视频里的数字跟白香女士所兑换的数字不一样，所以这段视频只能证明白香女士曾经购买过彩票，并不能证明这是白香女士所兑换的彩票。法官问：“有什么证据证明她兑换的彩票是半年前才开售的？”我们有证人，彩票机构的员工。证人出庭，递交了相关的报告和彩票开售时间。邓玉的证据作废，再拿不出来新的证据，他还打算再挣扎。我直接扔出铁证，我们有证据证明彩票不是白香买的。我也放了一段监控视频，是3个月前彩票店的监控录像。我生日当天，我妈妈去彩票店买了一组彩票号码，正是我兑换的那一组，铁证如山。邓玉再想借着是我买彩票的事情翻案，就不可能了。他在法庭上激动大喊：“白香，你撒谎！你妈怎么可能会买彩票？你撒谎！”法警摁着他，我冷笑：“我妈为什么不能买？她买着玩不行吗？”其实，我家有一个习惯，有人过生日，家里人会买一组彩票送给寿星，其实只是闹着玩玩，买个开心。没想到真的中了，邓玉还不敢相信。法官，他撒谎了，必须严查他。我冷笑，直接被告变原告。我要告邓玉婚内出轨，我要追回我应得的财产。邓玉原告变被告，怒不可遏。白香，我说你怎么会那么直接答应净身出户？原来是在这里等我。你用老子的钱买彩票，你不给老子，你还想反过来分我的钱，你真该死！我只是拿我应得的。邓玉，你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能拿出30万救你妈，我以前可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钱。钱婆婆赔了30万才从警察局出来，邓玉直接带着现金去的。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她有这么多钱，说明她骗我，要么是在婚内悄悄转移财产，要么就是干了其他犯罪的事情。那是我一个人的钱。邓玉的脸色有些不自然，我佯装不在意。是不是你一个人的钱？法官说了算，案件重新开庭，重新审。我找私家侦探去搜集邓玉婚内出轨的证据，没想到却调查到他挪用了公司的公款，还受贿上百万，其中还牵扯了城市建设项目。带着这些证据，我找到了徐好好。到咖啡厅的时候，徐好好已经在等着了。我开门见山：“之前让你调查的事情你调查了吗？”他脸色有些不好，但还是点头：“调查了。”结果跟我说的一样吗？他不说话，但我已经知道了。这里还有一些资料，是作为开庭的证据的。我先给你看一看。徐好好打开我给他的文件袋，脸色唰的一下就变难看了。这些事，我找私家侦探查的我结婚这几年他出轨的事情。如你所见，
邓玉跟我结婚这几年，出轨过5个女人。在跟你谈期间，他还养着另外一个女人的。另外，你们公司的公款也被他挪用养了小老婆。你们城市建设出问题的那个项目，他受贿100万，把工程跟一个粗制滥造的公司合作。要是你们公司做的路段出了大问题，你们是要坐牢的。徐好好是傻白甜，不过傻得没那么彻底，还是看出来了我调查的事情对他爸爸的公司有多大的影响。他竟然敢这样！我调查这些东西的本意是想拿回我的那份财产，所以我只告他婚内出轨。你们要告他挪用公款，那是你们公司的事情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出庭做证人，指认他婚内出轨，我要他净身出户，作为交换。之后，我也可以做证人，证明他确实受贿过。徐好好没有立马答应我的要求，而是很谨慎地思考了好一会儿，确定他是挪用公款和受贿之后，所有资产都会被冻结。就算他是净身出户，你也分文没有。你图什么？我笑了，为了争口气，能让他不痛快，我就很痛快。行，我出庭作证。开庭这天，邓玉的妈妈也来了，她看到我就撒泼：白香，你这个生不出儿子的老母鸡，你这辈子都嫁不出去，生不出来儿子都是报应。报应？徐好好没见过邓玉的妈妈发疯是什么样子，在我身后一阵害怕。我护着她和她的肚子，安抚道：没事，别害怕，她不敢咬我们的。徐好好的肚子月份大了，打不掉孩子，只能生下来。邓玉的妈妈看到徐好好，立马变脸：好好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该在家好好养着身体，好好照顾我的孙子呀。徐好好冷哼：我要是生下来的是女儿，是不是也要被你说成是生不出儿子的母鸡了？怎么可能？医生说了是儿子。徐好好更生气了：是儿子也是我一个人的，跟邓玉没关系。哎，好好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这孩子是我们邓家的种，怎么是你一个人的儿子了？你是不是又听白香说鬼话了？我冷笑。很快，法官到了，开庭了。律师把收集到的证据交给法官，再加上徐好好的指认，邓玉婚内出轨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邓玉和他妈妈看到徐好好是来指认他婚内出轨的时候，脸都气歪了。邓玉败诉，净身出户，所有财产归我。出了法院，邓玉和他妈妈再也忍不住：白香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和你那个小拖油瓶女儿都不得好死！白香，你还我财产！你还我！徐好好，你这贱人，老子还想娶你过门，你居然跟白香指认我！你这个贱人！粗鄙的话直接把徐好好都砸懵了。我护着他，冷冷看着撒泼的母子：指认你怎么了？难道不是你先欺骗他在先？白香，你闭嘴！我不闭嘴，事情还没完呢。净身出户算什么？邓玉，你还有好多年的缝纫机要踩呢。我话音刚落，邓玉就被人找上了。邓玉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挪用公司公款，受贿100万，现在请你配合我们接受调查。邓玉刚刚发疯，憋红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怎么会挪用公款受贿呢？没有搞错，
就是你，你在南林公司挪用公款受贿，我们收到确切的证据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不可能，谁会举报我？我。徐好好从我身后站出来，我举报的。邓玉浑身发抖。好好，你为什么要举报我？你这是要毁了我。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毁了我爸的公司？城市建设的项目你也敢参加？要是出了问题，要坐牢的。你，邓玉的妈妈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站在一边施舍般对徐好好道：“不是没出问题吗？你大吼小叫什么？是你举报的。那你说你不举报了不就行了？只要你说你不举报了，我就可以不计较你出庭作证的事情，还是让你嫁给我们家小玉。你快点说不举报了。”徐好好笑出声：“你们家门槛高，我没这个福气嫁给你们小玉，还是让你们家小玉去牢里待着吧。等她出来了，你再给她找个配得上你们家小玉的人吧。”邓玉被强制带走了，她的妈妈在法院门口哭天喊地，没一会儿就被保安撵走了。车里，徐好好的脸色略显疲惫。你回头让负责邓玉案件的律师来联系我，需要我出庭作证的时候，直接告诉我就行了。你回去之后就好好养胎吧，让宝宝健健康康的出生。徐好好脸色并没有好看起来。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？谢谢你告诉我真相，让我没跳进坑里。多大点事儿 ？Girls help girls。我要是不救你，就没人救你了。邓玉这人没什么能力，做坏事也做不干净，需要证据一抓一大把，根本不需要我出面作证，他就被直接定得死死的。根据他挪用公款的额度和受贿的额度，邓玉被判得不轻。被判刑后，邓玉的全部资产被没收。邓玉的妈妈被迫回到了以前农村的老房子，老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，是土墙不说，到处都垮了。女儿出生时，她还想把我撵回老房子坐月子，我回去都住了1星期，才坚持不下去的。没想到她回老房子3天就住不下去了，她来找我道歉。香香，以前是妈不好，妈现在已经知道错了。你看在我是耀耀奶奶的份上，可怜可怜我吧。我不动声色淡淡问：你想要什么？我知道你自己开了公司，挣了不少钱，你还在骄阳小区买了2套房，你给我1套，让我在那里养老吧。我听完直接笑了。骄阳小区是本市的富人小区，那里的小区价格贵得不像样子。我买2套，1套是给我爸妈养老的，另外1套是给耀耀准备的。这人真是好不要脸，一来就要1套，我直接把人撵走了。当初我怀着耀耀，快要生的时候，也是被他撵回了娘家。我才不会同情一个给我苦难的人。番外，徐好好生孩子这天，我带着耀耀来医院看她。生孩子没有丈夫，反倒是女人来照顾她，这在医院里很起眼。不少人在不停地看我和徐好好。徐好好看到我，也有些惊讶：你怎么会来？我带耀耀来看看他可爱的弟弟。耀耀正到处打量，大大的眼睛里满是疑惑。咦，弟弟呢？弟弟怎么不来陪我玩？我抱起耀耀，凑到徐好好跟前儿。弟弟现在正在检查，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跟你一起玩。来，这是你好好阿姨，叫一句好好阿姨。
徐好好伸手摸了摸耀耀的手心，我把耀耀放下来，自己玩一会儿。妈妈陪阿姨说说话，耀耀乖乖点头，然后下去到处乱跑了。徐好好欲言又止，我问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白香，你给邓玉生了孩子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你给他养他的孩子？不，那是我一个人的孩子，跟邓玉没有关系。我会让耀耀知道他有邓玉这么个父亲，但我会告诉他，邓玉没有养过他，只不过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。他要认这个父亲，我不拦着，但我绝不支持。我们被欺骗，遇人不淑，孩子需要自己一个人养大。我相信感情永远大过于血脉。邓玉没有为孩子付出感情，甚至只知道索取，他不配。徐好好懂了我的意思，用力点了点头。对，是我自己的孩子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